住在北达科他州的罗伊25岁就竞选上了县治安官，他和父亲还有祖父都是治安官，同时也是农场主。这两个职业是他的家族生意和荣耀，他相信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如果法律是圣经，那他就是上帝。上集我们聊到多罗西到底是谁，原来多罗西曾是他的妻子。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们继续讲《冰雪暴》第5季的第2集。我们先讲剧情。身为治安官的罗伊不仅凌驾于法律之上，还到处宣扬自己的价值观。他认为婚姻的规则是女人必须是处女才有资格结婚，婚后必须对丈夫尊重顺从任劳任怨，这样才有资格获得男人的保护。如果女人敢挑战丈夫的权威地位，丈夫就可以拳脚相加，施以引导。但男人若以施暴为乐，那就交给治安官来管，方法就是揍到他服为止，然后丢给女人带回家安抚。他就这样教导社区的年轻夫妻，传播他所谓的公正法律。他的儿子盖特是他忠诚的支持者，这时正匆匆赶来告诉罗伊，绑架多罗西的事儿失败了。在谷仓里，蘑菇头惊魂未定地抽着烟，这次绑架对他来说简直是场噩梦。一见到雇主来了就开始抱怨，这根本不是一起普通的生意，这个家庭主妇简直就是猛兽。盖特表示反对，那只是一个体重不超过45公斤的瘦小女人，这件蠢事都上了新闻，不仅杀了警察和超市店员，还死了一个被烧伤脸的家伙。如此大的动静还让这女人跑了。蘑菇头表示，不仅死了手下，自己还受了伤，自己亲手缝合了伤口，而且会留下永久的伤疤。如果要继续抓这个女人，至少要3倍的价钱才行。真搞不懂为何要去惹这个母老虎。罗伊咬牙切齿地说，那是他逃跑的老婆，离开10年了，终于发现了她的踪迹。当他在书记库看到这个女人的指纹时，他就决心要这个女人付出代价。但这番激情澎湃的报复宣言并没有打动对方。蘑菇头认为自己的这一趟失败完全是因为罗伊隐瞒了家庭主妇的真实实力，而导致自己大意了，所以他不仅要拿到佣金，还要求一笔精神损失费。罗伊很痛快地接受了，示意儿子带他去领酬劳，其实是想杀人灭口。但蘑菇头这次很聪明，他从地上捡了个烟头，趁机观察到树篱后有2个枪手正在待命，他意识到情况不对，于是一阵逆天操作，成功逃脱。看来这个蘑菇头还是有2把刷子的。虽然让蘑菇头跑了，但并没有影响罗伊的心情。他骄傲地坐在自己的露天浴缸里，抽着雪茄，傲视着这片土地，如同一个国王坐在王位上一样。但糟心事依然还是糟心事，被蘑菇头捏伤了的儿子一瘸一拐地来汇报调查情况。女人已经改名叫多罗西，有个9岁的女儿，老公是个代理韩国起亚的 4S 店老板，还有他们的住址等等信息。罗伊怎么能忍受国王被绿成龟呢？他冷笑着暗自发誓要夺回尊严。这时院子里停下一辆车，2个 FBI 上前递了名片，宣称是辖区新进的探员，姑且称他们为华哥和梅姐。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身为治安官的罗伊从不按照法律行事，对辖区内的枪支、毒品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还有其他一些法律问题。总之就是玩忽职守，不务正业。面对这番指责，罗伊傲慢地反驳道，自己才是名正言顺选举出来的，代表上帝在此地行使权力并解释法律。梅姐压抑着愤怒嘲讽道，坐在浴缸待客还真是很新颖呢。罗伊干脆光着就从浴缸里爬了出来，搞得梅姐不忍直视。她抄起一块印着宣传照的浴巾裹上，询问到底 FBI 要找自己干嘛。华哥告诉他，现在是例行询问，并通知他 FBI 将对罗伊辖区内的一些违法和渎职行为进行调查。罗伊嘲笑地表示，查了又如何呢？能对治安官免职的只有州长和选民，但这2者自己都能搞定。而且法律就是人制定的，人想怎么定都可以。身为治安官要有自己的规则，辖区内的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说罢就起身送客，丢给华哥梅杰一个冷酷的背影和浴巾上的一张臭脸。
多罗西虽然彻底否认此事，但显然没人相信，除了她的傻老公。她对前来询问的英迪拉表示，没有任何人受伤，没有任何意外，自己只是突然崩溃了，出去散散心，而忘记了随手关门。那顶烧坏的面具是自己买的二手货，所以留有别人的毛发也正常。家里有2种陌生的血迹，是因为医院的检验结果出错了。这一番傻子都不会相信的鬼话，她丈夫韦恩却深信不疑。韦恩打算撤回报警，这让英迪拉很无语。多罗西趁机找了个借口送客。英迪拉只能另寻线索了，她不打算放弃这难得一遇的大案子。她找到受伤的警员询问情况，并拿出多罗西的照片想与他核对，恰好被同样来打听消息的盖特打断。盖特借故拿过英迪拉的手机，把多罗西的照片删了，然后简单询问了一下，发现2个警察都丝毫没有察觉背后的真凶，于是得意洋洋地离开。没想到在回程的路上，停车加个油的间隙，同伴就被突然冒出来的蘑菇头杀死了。这个蘑菇头还真是个有仇必报的平头哥呀。婆婆洛琳也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她想到自己当初就不满意儿子非要娶这个低学历的女人，现在想起来觉得一切都很可疑。洛琳对家庭律师丹尼斯表示，儿媳有可能和儿子一起策划了这起绑架，当初勾引他儿子就是为了他家的钱，现在他不满足了，他想要更多钱，于是就想出绑架，结果半路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所以他跑回来，然后否定这一切。但怎么能证实这个猜测呢？洛琳决定亲自找儿媳谈谈，儿子则交给丹尼斯去说。说干就干，洛琳来到儿媳家，毫不掩饰对儿媳的怀疑，上来就问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多罗西坚持就是自己情绪崩溃的一点小插曲，而且自己深爱丈夫。婆婆根本不理会这通胡说，直言当初就是反对2人的婚姻，现在也可以棒打鸳鸯，只要把他们从家族信托的受益人里除名，那么多罗西就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如果多罗西现在主动离开韦恩，不要再打自家钱的主意，那么可以考虑给他一点遣送费。没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温柔顺从的女人一改常态，眼露凶光的威胁婆婆，自己绝不会放弃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生活。任何人，包括婆婆这个 bitch， 都休想搞破坏，自己会穷尽一生的报复。一说完，马上变回温柔的嘱咐，又客气地询问婆婆要不要留下来晚餐。这狠劲儿把洛琳吓了一跳，赶紧起身告辞。临走还不忘嘱咐多罗西要补点铁了，否则她看起来脸色很不好。韦恩在办公室里同时迎来了丹尼斯，他拨通洛琳的电话便打开免提。洛琳在电话那头就开始训斥儿子，直言多罗西很可能自导自演了这场绑架。韦恩忙着帮妻子解释，丹尼斯也忍不住插嘴，情急之下直接拿出老爹的身份与儿子谈，说通过 FBI 得知，在北达科塔州的一个加油站发现一个绑匪的尸体，据幸存者描述，杀死绑匪的女人和多罗西很相似。母亲洛琳补充道，这些阴谋都是冲着自己的钱来的。儿子根本不接受，他反驳母亲不是什么事儿都跟钱有关，气得老妈当场让丹尼斯扇了儿子一耳光。多罗西在送走婆婆后，独自在镜前看着自己背后累累的旧伤，想起前夫那个恶棍，心里暗自发誓，拼命也要保护这个小家。事不宜迟，马上就动手筹备。他带着女儿完成了一系列的手工活，安装了玻璃碴门把手、可触电的窗台、悬空的大锤。这一通操作让下班回到家的丈夫吓了一跳。多罗西解释道，因为买一套安保设备太贵了，不如自己动手做一套，既省钱又实用，还提高了动手动脑能力。韦恩不理解妻子为何非要一套家庭报警系统，妻子解释道，
现在这个世界太混乱了，到处都不太平，满大街都是对社会不满的暴徒和疯子。学校董事会的武斗就证明，邻里和同事都能反目成仇，所以必须要居安思危地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这通有理有据的胡说八道，彻底让丈夫心服口服。You're my dream come true. Hey, Scotty. Let's eat. 好的，剧情就介绍到这里。这真是一个笑到肚子疼的剧。原来多萝西和丈夫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买不起一套家庭警报系统，这个理由还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剧情发展到现在，多萝西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不仅收获了一个警察粉丝，他一直默念着多萝西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躺在病床上还对多萝西充满了感激和同情，同时还获得了一个难友蘑菇头。现在他们俩都是罗伊的敌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正是一部融合了黑色喜剧和犯罪惊悚的剧集，非常期待它的下一集。本剧是每周更新，喜欢本剧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以免错过观看。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集见。